剧中其实也有几场那种比较有尺度的戏，你们觉得就是自己能接受的最大的尺度是什么？能播我就能接受呗。剧中你们觉得尺度最大的一场是什么？合理合法的能播的尺度最大的，我觉得就是那个你给我盖那个被子的那个，那也没干嘛呀。但其实也还有一个浴桶戏，洗澡那个，对，那是我尺度大，对你的你的尺度，自己能接受最大的，那不接受了吗？要做心理说服过程吗？不用啊，那情节就是需要你那样，你就那样呗。他能播就合理合法，那我就演呗。但是你的粉丝说还是很保守，说你漏的，那就不能播了呗，不能播了。蓝色的碗，我以为是捣蒜的，我的是一个那个船，还是很保守，那就不能播了呗。一直在吃西红柿拌饭，而且我都是真吃。哇，这是真的西红柿拌饭可以吃的。然后吃了几次再也不会说这样的话。不怎么冲浪，是吗？我不是挺多的吗？撒娇无赖的这种戏，我觉得很甜。正直的一个人，大家现在也很正直啊。从老公到夫君，就是观众对于我的爱。出戏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晚意，在《柳州记》中饰演崔行舟。Hello， 出戏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楚然，在《柳州记》中饰演的是柳面堂。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们当时看完剧本最喜欢这个角色什么特点呢？最吸引我的特点是他的双面性，就我既要饰演剧里角色的本我崔行舟，又要去假扮一个纨绔的慈商去深入敌人内部，为了家国天下有很大的创作空间。我觉得柳面堂最吸引我的一个点就是他想掌控自己的命运，不想被别人安排，适应能力特别强的人，就是他无论在何种境遇，然后他都可以很好的生存下去。还有就是他有很好的经商能力。拍戏过程中是怎么样手搂起来的？你们俩就大家经常在现场开玩笑。晚意是不是会贡献很多冷笑话哟？你们觉得他们剧中就最甜的一场名场面是什么？我腿受伤了，然后我的身份也暴露了，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在追妻，我得把他哄回来。腿伤了之后，我就跑到他们家，我死皮赖脸的。有一场戏，我就拽着他，我说那也得认主啊，就是这种，我觉得撒娇无赖的这种戏，我觉得很甜。而且我感觉你就是设计了好的那种小动作，很多的一些小感觉都是现场即兴的创作出来的。有哪些是就现场比较即兴设计的碰撞的呢？抓他那个就是即兴来的。快香宴之后，我抓住他那被子也是现场来的。两位这次也是第一次合作嘛？合作下来对对方印象有发生改变吗？刚开始因为我俩完全不认识，然后你通过这网络知道楚然年轻貌美，但是感觉他会不会很高冷，你别不好接近。实际上我俩接触下来，他性格很大大咧咧的，很好相处，对于工作也非常的认真，很用心，然后创作的过程很愉快。现场你们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？老开玩笑，对，老怼，真的。怎么互怼起来呢？这个金刚狼是吗？哦，这个金刚狼。平常发誓跟那个金刚狼差不多。我之前的时候也是嘛，看过王一老师几部剧，因为他在戏里面塑造的状态、气质就很像书生的那种感觉，堂堂正正、挺正直的一个人。大家现在也很正直啊，但是感觉到他身上有一些可爱的地方，就是会很幽默。感觉他们俩的剧中相处都让人觉得很轻松，很有意思。柳面堂这边有没有设计添加一些比较喜剧的元素？大部分我跟夫君相处的时候，基本上我负责搞笑了。对，以后两位会不会想要尝试一下这种纯喜剧呢？我挺愿意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哪个橄榄枝能往我这儿伸点儿。粉丝说这次终于不是小苦瓜了，然后是一个小甜瓜，有什么想说的？尝试过之后才知道，当一个小甜瓜也挺好的，很愉悦，很愉悦。但是对于创作的这个成就感上来说，那是不一样的。自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在进步，我可以尝试一下这样，我也可以就是发展一下那样，对自己也是一个突破。你还记得我们上次采访就是问你说从表哥到老公，然后当时那个反应慌了，当时还上热搜。大家也对你的称呼从去年的表哥变成今年老公了，有什么想说的？我粉丝现在问说，从老公到夫君，然后有什么想说的？就是观众对于我的爱，你开心啊，被人表扬啊，认可呀，你演的对了，我演的人物关系就是人家的夫君，没毛病。那叫哪一种称呼你更能接受？我都开心，都可以。大家想叫什么叫什么。在拍摄的时候是都如何称呼对方的呢？
对，船。我叫张老师。我是之前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过，他的是那个一个蓝色的碗。我以为是捣蒜的呢。然后我说我的是一个那个船，用我的名字就是船，连读的话就是船。你们在片场或者说平常有给对方分享一些，比如冲浪的时候发现对方的一些无聊吗？那我真没有，因为我不怎么冲浪。是吗？我不是挺多的吗？我冲，但是也就是这个几率太低了。你就现在冲浪，我老去看那个奥运会奖牌，那奖牌上面就是那个热搜啊、词条，你就有眼睛都能看得见。剧中柳绵堂人设反差特别大嘛，你觉得他哪一面和你自己会比较接近呢？都在找自己的路上吧，就是想探索无限的可能，然后也在尝试一些新的事情。那最近有什么想尝试的吗？就怕你问这个问题，最近还真没有什么是吗？最近还可能真没有什么尝试的啊，被问到了，被问到了。听说咱们剧组伙食特别好，是不是？确实很好，色味俱佳。不是你吃的，对，确实吃的可开心了。比方我们有一场戏是吃饭的戏，那我就提前看一眼这场戏，哦，这场戏吃好吃的了，午饭我就不吃了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们的道具都是能食用的，很干净，每天是现买的。我记得有一天你都在吃，我有一天我吃了1天的蟹黄拌饭，做的非常棒，专门去真的拿蟹黄去做的。但是我没想到那一天都是吃饭的戏，是都在吃蟹黄拌饭，一直在吃蟹黄拌饭，而且我都是真吃。我拍戏的时候，那一天吃下来什么感觉呢？是不是再也不想吃了？起码这几天有点腻吧。我记得他最开始拍蟹黄拌饭的时候，就说哇，这是真的蟹黄拌饭，可以吃的。然后吃了几次，再也不会说这样的话。看到就头疼了呀。剧中他们其实有一种斗智斗勇的感觉嘛，你们觉得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对方的？崔兴洲其实心口不一的，他是不承认他喜欢上了柳绵堂，在慢慢的相处的过程当中，发现对方身上很多优点，很有担当，很有责任感，愿意为了这个小家庭去付出。很快，前期的时候就爱上柳绵堂了，到后面就有点到追妻火葬场，后面就是义无反顾了。反正我马甲也脱掉了，我也没有什么顾忌了，可以奋不顾身、死皮赖脸的就追。大家都也说你从贝德赛道到了缺德赛道，有什么想回应的？那我觉得大家总结的确实也没毛病，为我拓展戏路呢。我刚开始演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想到那些东西是贝德赛道。现在这个我也没有认知到它是一个缺德赛道。我觉得大家总结挺有意思，挺好玩的。再可以以后的戏里面，大家再帮我拓展。我觉得柳绵堂是一个很聪明，然后很仗义、可爱的。赚钱超能力，敢想敢干。其实柳绵堂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很独立，然后又很想要自由的这么一个女生。前期的时候，因为就不想被外祖父安排她的婚约，所以她逃婚去了阳山。最开始债主的时候，崔兴洲的身份是淮阳王嘛，他们两个其实对对方是那种比较可敬的对手。其实两个人是势均力敌。崔兴洲和柳绵堂有一种宿命感。崔兴洲意外地救下了生命垂危又失忆的柳绵堂，误认为柳绵堂是宿敌的宠妻，所以才有了两个人纠缠不断的爱恨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她是崔宅的夫人嘛。您是足有淤色，才记不得自己的过往。家主为了您，舍了大半家财，将您从鬼门关上救。所以她最开始只是怀着报恩的心。夫人，您要做蟹黄拌饭吗？是啊。柳绵堂在失忆期间，他的聪明和谋略也是无法被掩盖的。面对纨绔夫君崔九，他没有抱怨，反而找各种方法、各种门路的做生意，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奇女子。她能在不同的环境下面生存下去，特别会扭转困境。被商会的老板们拒绝，然后她也是一直在想办法进商会。就像崔兴洲曾经对他说的一句话，说你呀，就是一个不服输、很要强，然后吃不了一点亏的人。我觉得是的。其实崔兴洲认识了绵堂之后，慢慢的会生活了，会感受对方了，让自己变得更有烟火气息。
后期的时候会比较坚毅和果决一点。记忆找回来之后，他那个时候心里很矛盾，他一方面又是对他喜欢，然后另一方面又受不了欺骗，对夫君那种又爱又恨，这两种极致的状态达到顶峰。后期他也感觉到崔行舟对他是很坚定的选择。你不是锱铢必较吗？那我骗了你一场，你就不应该这么轻易的放过我。在的地方，你该去的地方。两个人一起去并肩作战，为了自己的家，为了这个国家。